散户最怕两件事，第一怕主力洗盘自己被洗出来，一卖就涨；第二呢就怕主力出货，一买就跌。很多散户分不清楚主力是洗盘还是出货，导致卖飞或者接了飞刀。其实呢，识破主力洗盘还是出货的话，只需要这5招就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。首次观看视频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持续学技术。接下来我们直接分享干货。识破主力洗盘还是出货的5个方法。第一呢是看放量还是缩量，第二看股价的位置，第三看分时图走势，第四看蜡烛和筹码的分布，第5呢就看一些技术指标的机构参数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重点，那就是成交量。大家都知道，成交量的放量和缩量对于我们判断洗盘还是出货是最为重要的。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图中的这个位置，股价经过小幅下跌，成交量明显的萎缩了。这样的情况一定是散户的卖出行为，因为散户的筹码呢都是少量的，所以在相对的一个位置，一般在股价上升一段时间之后，主力通过各种的消息和一些手段，让散户呢将筹码交出来，在相对低位收集到散户的筹码。而反过来说呢，一旦在相对高位看到放量下跌，因为只有庄家要出货，主力想要出货，才会有很多的量出来，才会供大于求。你想要多少，它就会有多少卖给你，所以成交量才会出现放大。所以我们第一个标准就是洗盘一定是缩量的，而放量的就是出货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条件，那就是股价的相对位置。一般来说呢，一个主力或者庄家机构想要把股票拉到一定的高位，然后获利出货，最基础的标准大家不要忘了，主力经过各种运作，拿筹码洗盘，它是有综合成本的。那么综合成本呢，至少股价从低位要上涨至少50%以上，它才能覆盖到它的成本。所以如果当我们发现股价缩量洗盘，只是在上涨达到30%左右的位置，大概率就是洗盘事件。而一旦股价上升达到60%之后，在相对的高位出现放量滞涨，而且呢，我们发现这里的位置已经达到了超过1倍，这种位置大概率就是出货的情况。除非是另外一个主力机构进场吸筹，否则大概率我们发现位置相对较高的话，应该就是出货了。好，第三个条件，分时图的走势。关于分时图走势呢，一般来说，在洗盘的时候，主力一定会利用各种的当下的新闻和热点，包括这只股票的利多或者利空，进行制造呢盘内的一个上蹿下跳的走势。比如早盘冲高立即下来，再下来，但实际上当天呢，最终涨幅并不是很大，或者跌幅并不是很大。但很多人很害怕这种上蹿下跳。而反过来看呢，出货的时候的走势呢，一般来说整体跌幅和振幅都并不小，但是呢，给人一种感觉是缓慢的单边的下跌。这种分时图的走势有利于主力呢慢慢平稳的出货，在高位把筹码出来换到散户手里，这是第3点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4点，第4点是最为重要的一点，也就是说，主力在进行洗盘的时候，一般它的蜡烛形态多为横盘震荡，而且它的筹码分布和移动，一般来说会保持在大量的筹码还处在低位的时候，例如图中这个位置，股价已经找到图中这个方框的位置，进行震荡的横向整理，但是呢，大量的筹码还显示处在低位，那这个时候主力肯定是没有走的。因为大量的筹码成本都在相对的低位，说明主力还没有出来。而反过来呢，如果我们看到出货的时候，股价涨到非常高的一个位置，那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一段的大部分蜡烛，很多蜡烛呢都具有长的上影线或者是高开低走。那还有像这种乌云盖顶还有十字星螺旋桨等等，这些蜡烛多以冲高回落的情况发生。那代表其实买方力量已经不是很足了，多为一些后知后觉比较激进的追高的散户。而且我们发现呢，低位的筹码虽然还有，但是已经不再是最多的了。例如图中这个位置，
筹码在低位虽然还有很多，但是已经不是很多，而且筹码显示在相对的高位显示的是最多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低位的筹码已经被换手了，卖给了高位进场的散户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低位还有一些筹码呢？那么只有2个原因。因为呢，现在的这个位置是接近了一些高点的位置，主力有一些筹码还没有完全出掉，后面在下跌和反弹的过程中会继续出货。所以由于主力筹码较多，出货是需要时间的，也是需要计划来配合的。另外，在下方的这些筹码，还有一部分是非常厉害的散户高手还没有卖出，因为散户在卖出的时候啊，比庄家和主力更占优势，因为他们手里的股票筹码比较少，随时都可以卖掉，而主力不同。主力想要卖掉他手里的筹码，必须要分批次制造好一个好的环境，并且配合图表以及各种条件，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一部分的出货。例如在相对高位你边涨边出货，到后面开始下跌的阶段呢，他们手里的筹码只剩一点点了，就很好出掉了。这就是第4点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那第5点呢，是通过牢记机构参数来防止常用指标的骗线，例如 MACD、KDJ 和 RSI 指标。如果想知道这些指标的机构参数设置，可以翻看我之前的相应指标的视频介绍。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，关注、转发加点赞，下期精彩持续看。